随着《黑豹2》的上映，漫威第4阶段也终于宣告结束。虽然这个参差不齐且令粉丝脱坑的阶段不尽人意，但总的来说还是有几部影片令人难以忘怀。所以接下来我将把第4阶段的所有电影和电视剧从差到好给大家一一排序。等看完这份清单，相信你会对漫威第4阶段一目了然。提前说一句，以下均为个人看法，如有不同观点，请在评论区留言。第17名，黑寡妇。这是一部充满动作戏的间谍惊悚片。黑寡妇遭遇一场与她的过去相关的危险阴谋，她不仅要直面自己那些黑暗的经历，还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向她袭来，而她必须在成为复仇者之前，面对自己作为间谍的过往和曾远离的破碎关系。虽然这是一部间谍片，但剧情却远远比不上美队2，没有让人对漫威的故事走向有更深刻的期待以及了解，并且整部电影的节奏也十足颠簸，角色间的情感戏全部都塞到中间的那场晚餐戏码，不是动作戏没什么看头，反派也显得无力。简单来说，就是一部极其激乐的电影。第16名，雷神4：爱与雷霆。这部电影的故事发生在复联4事件之后，索尔踏上了一段找回自我旅程，但却被企图消灭众神的格尔打断，于是索尔只好与女武神和寇格再次联手。但在这期间，发现自己8年未见的前女友简获得了雷神之力，挥舞着多年前在自己面前毁灭的雷神之锤。随后他们一起踏上了星际冒险，揭开格尔的复仇之谜。这部电影不仅有冗长的独白、空泛的目标以及台词，而且每次对战反派都因不明原因离去，更别提走走停停的节奏，让人难以投入任何一个故事戏中，无时无刻都处于铺陈的尴尬模糊地带中，直到最后一场戏才让人恍然大悟，电影就要结束了。第15名，女浩克。班纳博士的表妹珍妮弗在一次重伤后，接受了班纳的输血而产生变异，成为了女浩克的故事。女浩克是一部力求脱离漫威传统的作品，不仅不断打破第4道墙，嘲讽漫威宇宙的各种老梗，更是用一个轻松的单元喜剧形式呈现。作为一部法律剧，剧中所有与法律相关的剧情似乎都是草草了事。或许有人会认为情景喜剧也没办法讲述故事剧情，但是之前的许多作品都证明了，即使是轻松的手法也可以讲述深刻的故事。就算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喜剧，但最终的目的就是逗笑观众。可是女浩克连这一点都极难做到。第14名，惊奇少女。这部影片的风格非常可爱，从卡马拉迷妹的心境，让我们见证了这个青少年超级英雄的成长。整体故事说实话并不是特别引人入胜，其中时间旅行和异次元的剧情并没有完全发挥，但也不像女浩克那样鸡肋。虽然完整的从伊斯兰文化角度呈现出一个家庭问题的故事，但是要说到家庭问题和世代创伤，这部影片又不如上汽，因此从整体来说还算是不过不失，至少在最后确认了变种人回归。第13名，银河护卫队圣诞特别篇。圣诞节将至，克拉格林向银河护卫队讲述了勇度在星爵童年的一次圣诞节经历。随后螳螂女与德拉克斯决定一起找一份完美的圣诞礼物，送给一直因为卡莫拉离去而郁郁寡欢的星爵。这部作品让人感到无感的竟是最重要的星爵。克里斯帕拉特的表演让人感觉过于用力，但是这部作品不仅在时隔6年之后让我们再次看到银河护卫队的魅力，更是完美达成圣诞特辑的宗旨，让大家感到团圆的温暖气息。第12名，旺达寻亲记。这是一部有着无限潜能却错失机会的作品，原本可以让旺达真正合理的黑化，让多重宇宙无限发挥更多的可能性，但导演指导没多久就因创意分歧离开这部电影，于是换上蜘蛛侠3部剧的山姆雷米。在上映前，演员就宣称这是一部真正的恐怖片，但在电影推出之后，跟宣称的却有所区别。首先，这部电影对于看过旺达幻视的人来说，反而会更加困惑，究竟为什么在9集的发展放下创伤后又立马大开杀戒？这部电影不仅用黑暗神书的孵化来解释这一切，还用某种诅咒来合理化让旺达彻底坠入深渊。但是现在都2022年了，难道就不能给反派塑造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动机吗？第11名，月光骑士。这部影片采用记忆断片的手法，创造出一种叙事者风味，将观众带进主角的思维。为什么一觉醒来就看见死伤惨重的敌人躺满地，甚至跳过好几天直接来到别的国家？一切都充满悬疑张力的同时，还还原了月光骑士在漫画中令人模糊不清的故事发展。另外，这部影片从头到尾都在暗示第3人格杰克劳克利这个身份的出现，但却直到片尾才让他现身。只能说前面剧情铺垫的时间太长，后面收得太紧，给人一种剧情仓促的感觉。第10名，永恒族。这部电影是漫威第4阶段最期待的一部电影，由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执导，在拍摄期间坚持不用绿幕，更是在预告片中展现他最擅长的自然美景和漫威中从未见过的摄影艺术。除此之外，期盼他细腻描绘边缘人性的手法如何套用在一个横跨1000年的故事上，但结果却令人失望。或许是因为永恒族成员过多，没有一个角色可以让人投入。片长将近3个小时，都是看着每一位永恒族轮流讲述宇宙和人性大道理。另外，每次角色对话时，众人都要站出完美阵线。虽然这一部是跨越数千年探究人性以及道德的电影，但依旧无法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其中剧情的发展是以众多的解释性对话带出，尤其是中段永恒族揭露天神族阴谋的解释，更像是完美的催眠药。虽然这部电影
充满缺陷，但却给观众带来的视觉效果确实十分不错。第9名，鹰眼。这部影片好像是进一步探究鹰眼的创伤与悔恨，以及黑寡妇的死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前2集的故事剧情让观众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确定反对势力究竟从何而来，又是何许人物。虽然海莉斯坦菲尔德展现了他的个人魅力，但还是无法拯救过多铺垫的故事剧情。随后白寡妇叶莲娜客串的加入，不会打乱剧情的同时，还带着强烈的个人风采，给剧情带来更多冲突，与故事完全融为一体，加深主角自己内心的挣扎。而大 boss 金并的回归却让人失望至极，与原本的形象差距极大。之后凯特亲手将母亲绳之以法，在鹰眼身上找到新的家人。在这一连串的故事中，他证明了自己拥有成为下一代鹰眼资格，更是进一步深化了横跨整个第4阶段的传承主题。第8名 What If。 这部影集以动画的形式展现从没见过的漫威故事，但第1集剧情却让人失望，只是把美队1的故事从男性换成女性，结尾加上一点多重宇宙旅行元素，看完后让人失去期待下集的看法。但从第2集开始就有所好转，每一集都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故事剧情。虽说漫威电影缺乏对故事剧情的不同想法，但在这里我们看到奇异博士的不同选择带来的不一样结果，为了爱而放弃理智，最终带着整个宇宙一同送葬。虽然说第1季最后1季的收尾有点仓促，短期内也没有想要连接真人宇宙的意思，但是其中最令人惊艳的几集已经展现漫威有意愿发挥多重宇宙的题材。至于何时才能在真人作品中看到这样的表现，也只能拭目以待了。第7名，暗夜狼人。这是一部黑白片的电影，从头到尾灌注将近100年前怪兽电影的影子，如德古拉、科学怪人和狼人，并且这次导演是长期为迪士尼配乐的作曲家麦克吉亚奇诺。一开始可以看到一群怪物猎人集结，争夺刚去世猎人的头衔和魔物。从这里开始，这个特辑就利用这个题材的可能性，用这个老派的故事带出了特色迥异的角色，更是在对话和场景设计上透露出麦克吉亚奇诺对于这个题材的热爱。画面完全还原当时的颗粒感，强烈的光影，纤维摇晃的画面，甚至还有标记换胶带的香烟烫痕。暗夜狼人作为漫威一部出众的作品，期待之后能看到更多这样跳脱漫威的传统格式的特辑。第6名，上去与十环传奇。这部电影在上映前完全不被看好，主要原因大概是因为主角的颜值撑不起这个角色。这部电影开头还算正常，一个设定在古代时的解释性旁白，讲述文物拿到10环之后征服一切的故事剧情。上去与十环传奇虽然没有打算突破漫威传统，但剧本深觉所有人能体会的创伤，以及梁朝伟精湛的演技，第一次登上好莱坞就向世界展现或许是漫威史上最动人的演出，最后再加上精湛的动作场面，绝对值得成为漫威名留青史的电影。第5名，旺达幻视。这部影集身为第家漫威影集的先锋，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漫威题材。前几集虽然给人无趣感，但也是真正展现了漫威在灭霸打响指之后开始尝试不同的故事类型。另外，这部影集不仅仿照不同年代的情景喜剧，而且每一集都致敬不同年代的风格，离开情景喜剧来到天剑局的视角，换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审视前几集体会过的剧情发展，一切疑问都将豁然开朗。不完全将悬疑丢出窗外的同时，仍留下不少疑问，实在令人佩服编剧的铺陈功力。虽然旺达幻视是用情景喜剧的手法融合惊悚故事，确实是漫威的大胆尝试，即使在收尾并不完美的情况下，旺达的挣扎和幻视寻求真相的张力，以及两人最后的道别，仍然是绝大多数漫威故事难以比拟。第4名，猎鹰与冬兵。这部影片起初是第4阶段最不令人期待的新作，找了美队的2位配角带出另一位新美队，以及看似毫无特征的超级士兵反派。第一让人比较期待的大概是泽莫的再次出现，剧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映照了现实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但唯一的败笔就是翠奇组织，虽然动机还算合理，但却因为个性不足，不够有说服力，从而无法真正留下印象。这也是因为剧组在疫情爆发期间被迫紧急修改剧情所造成，还算情有可原。但无论如何，在这些故事与主题交织之下，猎鹰最后背负起美队这个沉重身份的那一刻，确实令人激动，同时也完整呈现出传承的主题。这深刻审思传承所涵盖的一切意义之后，开辟出自己的一条路。第3名，蜘蛛侠英雄无归。这部电影是这个阶段最不出意料的成功，早在预告推出前就有一堆消息爆出旧版蜘蛛侠以及反派将会回归，并且扮演八爪博士的演员也亲自证实，让众人期待值拉满。当预告片上映时更是掀起轰动，不仅可以看到各个经典反派一一现身，但是其他蜘蛛侠却不见踪影。而索尼在预告中隐约露馅，在最后一个画面中有明显抹除另外2名蜘蛛侠的痕迹。通常期望越高失望就越大，但蜘蛛侠英雄无归上映后证明了这部电影是在卖情怀，因为这部电影不仅结合了3代蜘蛛侠的个别历史和奇异博士的多重宇宙故事，还让我们看到漫威未来多重宇宙叙事的可能性，以及在蜘蛛侠身上深刻塑造了选择的主题。第2名，黑豹2。这部在重重困境之下却成为第4阶段最好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漫威宇宙名列前茅的作品。由于查德维克·博斯曼的去世，导致让这部电影的计划被完全打乱，剧组只好紧急制定一个新剧本。本以为在短时间内修改的剧本会让人失望，但没想到他们不但拍出一部完整动人的作品，还给查德维克送上最后一程。此外，导演瑞恩·库格勒使用了诸多巧妙手法，让每场戏都跳动着漫威电影少有
的生命力，比如塔洛坎人入侵开采泛金属的船只，堪称恐怖片的呈现手法，从头到尾都让人听到海妖之声，令人毛骨悚然。另外，《黑豹2》是一部凄美的电影，不仅表明了瑞恩·库格勒是懂如何用角色来塑造一个好故事，更是证明漫威不需要惊人的客串，或者是对未来发展态度暗示就能塑造纯粹的动人娱乐，即使在电影结束之后，仍然深深烙印在心中。第1名，洛基。这部影片是一个穿越多重宇宙时间旅行的故事，首次介绍 TVA 这个管理漫威时间线的组织，而洛基也将被迫面对自己多年来的创伤和失败，更是趁机探讨故事这个概念本身。一个好的反派就是自己故事中的英雄，但一个反派之所以会是反派，就是因为作者的决定要他成为衬托英雄的反对势力。无论再怎么令人同情，还是有着多么悲剧的故事，终究还是会有一个输赢。而剧中的每一场每一句台词都充满着矛盾、讽刺和冲突，因为说故事本身就是向所有人示范怎么说一个好故事。最后一切铺陈全部汇聚最后几分钟，坏康的雕像屹立在时间管理局中，虽然不像复联3中弹指化为粉尘，或是美队3托尼与美队决裂，但却代表着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彻底溃败。洛基和希尔维的行为和选择已经危及了整条时间线，最重要的是他们更是让自己失望。从任何方面来看，洛基绝对是漫威的叙事巅峰，而在明年暑假洛基第2季推出之前，应该是没有任何故事能够超越它。